都已经顶天了，有没有想上来聊天的？说说话，刚好后半夜了，家人也看不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欢迎静飞，我关注你好久，有多久？怎么不说话呀？这个活在你们的 IP 地址3年，3年老粉了，活在当下，这个名字挺牛，对吧？想聊天上来聊聊天，我播一会儿就睡觉了，准备洗个澡。你还不睡？睡不着，我最近失眠比较严重。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人睡觉睡的鬼压床，把自己给吓醒了，导致我从11点半睡觉，1点半起来睡2个小时，然后到第二天下午3点多才睡着，睡到6点多起来吃了个饭，就昨天的事儿，前天。谢谢，你们去卡个灯牌吧。创业压力太大了吗？创业全部失败。这是在澳大利亚吗？这个活在当下，不用害。哎呀，没有，国内他可能什么？可能是挂那个哦，我懂了。我懂了，不用害羞，就正常聊天就行了，你就觉得就正常说话就好了，不用害羞啊，那个放轻松啊。那你跟他睡一觉就好了，就不会害羞了。呵，怎么想的？千万不要去聊那些东西啊，小心被封号。对啊，不能那么大胆。这是在什么地方啊？都枣庄、衡阳、桂林。来，欢迎小憨憨。明天不上班吗？都一个个这么晚了，都还有人在线啊？我是睡醒了。你在哪儿啊？我在天津。冷不冷啊？这两天？哎呀，这两天挺冷的。你是已经离开北京了是不是？没有，我这两天是离开北京，在上海过月底回北京。上海也挺凉快的吧？现在是冷，降温，降很大的温。夏人超是不是在直播间？狼叔，好看有什么用啊？哎，我的那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在哪儿啊？没了吗？我知道，我记得我之前买了1瓶啊，我那个得换个护理液了，2天没换了都。哎呀，不会真的都没睡呀？不会真的没了吧？给我找一下被毛熊啊！我记得有1瓶啊。你找。我怎么听到魏光雄？谁？魏光雄？猫熊？猫熊？猫熊？什么叫猫熊？一看就是我的新粉儿。因为你直播的太少了呀。那我要经常直播，有人守护吗？真在啊！我操，太好了！哎，完了，我把隐形眼镜盒我不知道扔哪去了。
太完美了吧！老板要进来我直播间玩一玩吗？快点弄我洗澡去。等会儿洗，等会儿洗，边直播边洗澡不说话不挺好的吗？还记得上次直播时候后面有很多球衣的那一次啊，半年前。我要处理一下我的隐形眼镜儿。怎么不说话呢？一楼。你在找东西，找到了吗？找到了。哎呦我去！我在洗衣服呢。我找隐形眼镜护理液。明天去剪个头，剪完头，明天晚上开直播吧，开个1个小时直播。好，一次。哎，太无聊了。上一次看你直播还是好像跟那谁在吃饭。谁呀？不认识啊，我们只认识你。兄弟们点点赞好不好？什么时候开？明天晚上吧，9点10点。怎么不卖衣服？好久不见啊，清酒！哎，真的是好久不见啊！怎么不卖衣服？是因为阶段性的，我觉得上次看直播，哎，你们买回去的衣服还在穿吗？反正我的衣服还在穿。狼叔，上次看我直播还是在上次。哎呀，来，你们有朋友们想上线吗？上线唠会儿嗑。谢谢耗子。你怎么还没睡呢啊？就想打麻将赢我钱了。现在太冷，穿不上，都是夏装是吧？39级你都在守护谁？你告诉我。你刚醒，在什么地方啊？现在？你上来聊天，快点，立刻。这是什么声音？那个马桶的自动的什么那个自动马桶盖儿。妈呀！我说不应该在上面，我要去下面。上面怎么都是妃子啊？妃子。这兄弟，我再帮你看一看。哎，我这两天最近，你们会玩帝国时代吗？就是电脑版单机。我刚醒。然后我就一听。我刚睡醒。哎呀妈！你困吗？熬夜不出去，明天不上班吗？是啊，我今天晚上今天太困了，我一回家就睡着了，睡了将近8个小时了已经。那你还睡吗？你那边怎么那么吵？我这怎么那么吵？我现在在洗手间里。你那边回音特别大。我这两天玩了个游戏叫什么《帝国时代》单机版的那个，你们玩过吗？你现在哪儿呢？在上海。对，我在上海。翠果打烂他的嘴。哦，好吧。你在哪儿呢？北京欢迎我。哦，回北京了。对啊，回来了。欢迎狼叔上线。Hello，在新西兰吗？你们的 IP 地址怎么都在国外？没有，回国了。啊！我看我今天还跟朋友聊天，他们说都想去新西兰，
说那边华人比较多，还好吧。他们想移民过去。他奥克兰们说现在在那边，奥克兰华人比较多一点。他们说那边什么去农场租个农场种地也很赚钱。哦，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种地的挺多的，但是赚不赚钱我就不知道了。哎，在上海吗？在旁边，在湖州。湖州。我们在杭州打麻将的时候，有一个专门从湖州去杭州打麻将的人，打车好像得100多吧，还200块钱。差不多100-200块钱。有机会可以来上海玩。好呀，反正离得很近。6个人在外面。夏仁超进来了吗？他在湖州打麻将，去杭州打麻将。他们现在杭州车去。他们杭州人现在打麻将都打的那个敲嘛，都不打那个叫什么川。那上海不也玩敲马吗？我不会玩敲马。上海租房很贵吧？不便宜。耗子，你是不准备睡觉了吗？不一定，一会儿看。明天上班吗？上呀。这2天快把我忙吐了，这2天。双11不是过了吗？你怎么还那么忙？弄双12啊？我们这行业还有双12啊？啥行业？我不是跟你讲过吗？啥行业？哎呀，我洗个澡，你帮我，咱们唠唠嗑，你们边唠边说，我去洗个澡。怎么这么见外？有什么是我不能看的吗？你怎么还要看啊？那肯定的。那肯定的。你长啥样，我长啥样，多简单的事情啊！先放个水。我这2天打游戏有吗？现在没有，干嘛？我这2天见了几个朋友，都说我胖了，哎呀，真的是很头疼。你们是不是不喜欢自己胖，但是喜欢对象胖？对。大家知道好像都是这样吧？就不喜欢自己胖，但是喜欢对象是胖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想胖点，但胖不起来，那挺好的。我之前是觉得自己不会胖，结果就胖了很多，胖了瘦不下去了就。我觉得男人到一定岁数都会发福，发完福之后，发完福之后，到50-60岁又会瘦下来。我这边吵不吵啊？还好。哎呀。让我们听听洗澡的声音吧。我试着他在洗红澡。啊？什么？大点声。啊？
谁在洗澡？我在洗澡啊。夏人超。夏人超，你上来吗？夏人超。小尼还不睡？我操，好冷啊！直播洗澡室，吓死！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你那个刷酸的那个水杨酸在哪儿啊？啊？我想明天刷一下酸的，我想把这两个豆给爆掉。你困了是吧？啊，不行，快去洗澡去啊！我洗完了。我水还没关。关那边。你洗吗？对，你洗我要。喝牛奶。来吧，跟你们聊天。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嗯？来，狼说。啊？说说话。哎呀，不说话，这个直播间好冷清啊。好的。好的。我看看洗没洗干净。怎么看？怎么看？你告诉我。透过网线。咋的？你还拿放大镜检查一下子呀？放大镜检查一下。大错。哎，怎么感觉变污了？不能污啊，不能污。怎么可能？我们是一个干净绿色的直播间。说的对，说的对，就是这个意思。夏人超在不在？夏人超。哎，这狗东西。好久不见啊 ，biu biu。哟，这不是我卡环上了呀？你在哪儿啊？福州。我在福州呀。冷不冷啊？福州？还行吧，就9到20度。9到20度啊，也降温了，其实。嗯，啥时候来呀？我不去，最近应该不会去福州。你很久没来厦门了。
确实有1年多吧，有嗯哼，吧？所以跟张永明还有联系吗？有啊，小明、郑恺，就这个人在我的世界里已经完全消失了。你们又不是在一个圈子，又融不进去。不是不是，主要是当年他跟我一个朋友在一起过，然后好像后面闹得挺不愉快的，然后所以后来我也就慢慢的没有跟他联系了。哦，是，那咱还是不要去说这个事情。对，所以我就蛮问你跟他还没联系，因为为什么你记得我上一次跟你微信联系的时候，我不是有问你跟他那个，因为他当时我那个就是他分手那个人突然间给我发个微信，他说，哎，你知道那个谁谁谁跟那个谁谁在一起了吗？我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他微信，所以我才会问你的，你知道吗？小明谈对象我不知道，他也没告诉我。他通常都不说的啊。啊，哎，他现在他不是结婚了吗？没有办法再去谈对象啊。他那是行婚的，他对象是个拉拉。啊，这个我知道。啊，他对象是个拉拉？对啊。不是啊，是个侄女啊。他换了吗？他当时是个拉拉。没有，是个侄女。不，他当时跟我说是，是个拉拉，然后2个人讲好多少钱，什么什么七八八的。啊，你记错了。反正张有明，小明这个，我怎么把他名字也叫出来了？小明这个娶了老婆其实挺好的。我在海昌那个房子的时候，他跟郑恺还是什么，原来就是住我们那个小区。海昌吧？对，海昌水云湾那里。哦，所以你现在在哪？我在上海，在上海。是那个明星郑恺吗？不是，不是，不是。吗？我说，所以你现在就是有对象吗？有啊，就还是原来那个吧。对，就是皇后。对。那我刚才问你，你不讲话，我还以为我问错了。没有啊，我一直在讲话。因为我刚刚提到那个名字嘛，然后我看你突然间不说了，然后我在想，哎呀，我是不是讲了不该讲的那个什么？我的直播间什么都可以讲啊，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好吧，我也好多年没见到你了吧？2年、3年、2年吧。就从那一年好像吃完饭，就是跟青佑他们吃完饭，后面那一年好像之后就没见了吧？23年。差不多2年吧。因为你不是回老家三明还是大田啊？对，我回去结婚了呀。恭喜你啊！没有什么好恭喜的。哎，最终还是逃不过婚姻这个。不过还好，我是行啊，我是行婚啊。我找不到，我真的找不到。我也想找一个。你要不要我帮你找一个呢？可以，就是结婚的。还真有啊。多大岁数啊？96年的。哦，可以啊。回头我们微信私聊这个事情。好的。那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我最近失眠，今天没吃安眠药。我记得我想起来了，我好像记得是去年国庆还是今年5·1的时候有问你是不是有在北京，你当时是说你要去沈阳，因为我当时要去北京嘛。你说你待1天，然后你就要走。对，记得吗？然后后来就没有这么联系了。我基本上是4月，北京那个就是杨絮和柳絮飘起来，我可能就出来了。我想起一个事情，我去年在厦门喝了一趟酒，跟福州的朋友去，结果呢，他们那个酒局上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泉州的。姓什么？就是那个跟你买保险，后来把保险退掉那个。姓黄。宝马那个。那个叫姓黄的那个是吧？
就是那个什么羽毛球什么对对，之类的。就是他，姓黄。你知道他，我跟你说很搞笑哈，就是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还蛮嚣张的那种性格嘛。然后呢，一开始就我跟福州的一个朋友就是一个熊，然后是可能小金主吧，反正就条件挺好的。然后喝酒就跟他在就是也是在酒吧里面碰到的。因为他们泉州的一拨人嘛，其中有一个人跟我这个朋友跟我福州这个朋友是好朋友，然后两团就抓在一起了。抓在一起了以后呢，那我们就去吃宵夜，我就后面去的。结果我下去以后，然后他本来一开始在那边侃侃而谈他的事情，懂不懂？就是他不是做那个，他不是那个好像是 police 嘛，然后那个他就跟他们在那边讲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后来我坐下来，他看到是我，然后呢，他可能认出我，但我一下子没认出他来，他就不讲话了。不讲话，那我就开始敬酒啊，什么东西。然后后面我就越觉得，我说这个人怎么越看越眼熟，越看越眼熟，我就一直想不起来是谁。后来他们说泉州的，我就想起来你那件事情了嘛，就是他那个把你忽悠来，然后买了，后面不是退掉吗？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说，我就讲，他后面讲了一个什么，我就开始怼他，你懂不懂？我就开始怼他，但我没有提到你，也没提到别的东西。紧接着这个事情过了，大概在2个多月以后，他又忽悠我一个朋友。我那个朋友是这样的，我那个朋友是做开锁公司的。开锁就是开锁，他是一定要到相关部门去备案的嘛。那我这个朋友他想去泉州做，就是开一家这种开锁公司。然后呢，就当时这个人就跟我这个朋友讲说，他可以帮忙备案，就是反正他可以帮忙就是处理这些东西，就找我朋友要了很多东西，就是说可能需要这样子，要那样子什么东西啊，然后就是要钱之类的嘛，然后就可以说去帮他处理这些东西。然后我朋友当时可能就因为人家我朋友也不是傻子嘛，就不可能一次性给到那么多嘛，就可能会前期先给一些，然后后期说就你做下来以后我再那个什么，然后前期就给完他以后，然后我当时就跟我这个朋友讲，我说你注意点，我觉得这个人是个大忽悠，就是他可能是有正规职业，但是我觉得他没有那个能力能办那么多的事情。结果果不其然，我朋友一开始还说没关系，他相信他什么什么之类的，因为他说他跟他泉州的朋友也是好朋友之类的什么。好了，东西给出去了，钱也给出去了，最后什么事也没办成，还跟他睡了一觉。他确实是打着睡觉的旗号去做一些不好的忽悠。因为他当时就是在我们开酒吧的时候，不是跟我们那个营销不是讲说那个什么美团水叫我们营销去陪他，说明天给他开一瓶蓝带呀什么东西之类的，然后第2天人就消失掉了。反正我记得他买完我们单位的产品之后，然后过了1个月可能就退了。没有1个月，1个礼拜，我记得很清楚。你当时还在厦门还没走呢，就是你还在帮我带了几天货，你知道吗？然后才1个礼拜不到，他就直接那个什么，当时那个你就是你跟我们讲了这个事情嘛，然后我们还讲他嘛，就很夸张啊。哎呀，确实是这样子的。最近干什么都不好干，你最近在干什么呀？竟然伤害我的卡耶！你原来在厦门那个你的那个忠实粉叫什么来着？厦门那个老许刊是老许吗？还有一个叫火什么的，是不是？火就微信叫火什么的。我去看看。反正我记得2个，那个老许是年纪更大的，还有一个更年轻的。谁说的？老许年纪大的？老许比我们小。比我们小是正常，但看上去就是他们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小何啊。可能是。他是做销售的吗？反正
但是在酒店里面，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他就是全程陪我们，还帮我们去试衣服啊之类的那个。哦，你说的是那个，他是泉州的呀？哎，他好是像是泉州的，泉州的，他是泉州的。反正来了2天吧。金星啊，李金星。啊，对，金星不是火星。所以你这段时间在上海待多久啊？月底回去吧。回北京？然后什么时候再回上海？明年3、4月份吧。会待那么久啊？因为开春之后，北京的会飘杨絮、柳絮，我会出来。然后9月份、10月份、10月中下旬我会再出来，这样明年会出来2次。海口现在冷吗？过年会回老家吗？嘉峪关？会。海口还好，海口不冷，因为海口不会冷啊。嘉峪关哦，然后你说回嘉峪关，因为那个谁，那个我一个朋友明天送他父母去三亚嘛，去海口去三亚去度假，因为海口也冷。这2天都在降温好快。海口为什么会冷？一个热带地区，因为从北海口，我跟你说，海口会冷，三亚不会冷，海口会冷。有北风往南吹嘛？因为海口它还是会偏那个，就是靠内陆一点的。海口的温度最冷的时候也可以到10度左右，10来度。哦。但是三亚就几乎就是全年都是在30度左右，30多度吧，30度。明白。这样子。明白。什么时候去上海找你？哦，你要回北京了，那我只能回北京。我可能不可能今年跨年会去北京哦？你会不会在啊？应该会在。算了，我觉得我下次真的要提前很长时间跟你们约，因为我不是那种爱。你要记住，每年的4月中下旬到7月我会出去，然后10月中下旬到12月我会出去，其他时间都会在北京。在海南租的房主是大北京人，我不是北京人啊，在北京生活而已。你现在有没有变？你有没有？应该没有吧？我看你发的那个作品，好像你还是跟当年一样帅啊。胖了，不聊这个。我看新闻最近好像车牌要换掉，换新式2026款的新式车牌。突然间白底蓝字儿，不是白底，然后下面有一条蓝边儿，还挺好看的。你是说北京吗？还是说全国？全国呀。哦，那我不懂，我没有去关注这个东西。你是说油车的还是说电车的？所有的，包括新能源。所有，都换吗？全换。能换车牌号码吗？我想去换个车牌号码。好像是可以换，它那个现在是8位数，就是整个的车牌它是8位数。那太好了，我那个路边停车的停车费终于可以不要交了。哎，你知道我最近很迷这个红国短剧里面的一些剧情，就你能很生气，就是明知道这个事情，女主做这件事情，旁边这些墙头草就在指责这些人，但是呢，这个女主她又不反击，然后非得等着有人来救她，要么她就一定要等到最后，就是你没有觉得看红国的短剧会把自己的智商拉低吗？就会很气啊。新的车牌它肯定是有更好的车牌号。我看了你发的文，我还挺想去，真的就是看这个电剧哦，我真的想进去扇他2巴掌。哎，那你其实你在上海，就是如果你到那个杭州或者到那个郑州，可以考虑去这个短剧公司，因为很多短剧公司都在郑州。郑州？郑州非常多那个短剧的，就是拍短剧的公司。我跟你说，其实就是因为之前拍过那个芝麻啊，然后就是身份已经被认定了，你再去
这种有很正规的这种的话，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过审，因为你整个不会啊，我跟你说，你当时也只是以一个演员身份，只是说可能圈子的人就是那个什么东西，但是时间过了这么久了，最多就是在被人提及而已啊。我不想被人提以前那些过往的事情，就是你拍过什么呀，你做过什么呀，这样。我看那个谁不是现在有在拍啊，他好像现在有新剧，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啊。嗯，他因为他们那个他们不是讲说他跟那个谁在一起了，就是演他新剧的那个演员。哦，哥哥就是张国荣是演了，但是他有好的这样一个叫什么平台，一个是平台，一个是背后的制片人或者是这个经纪人。5个同数字的，比如5条1。哦，你说的车牌号啊，很难。我觉得小城市可能会容易一点，大城市几乎很难。不，我记得我们嘉峪关有一个车牌是甘 B，然后五个8。当时我记得我有一年回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车牌号是一个出租车在挂。因为我觉得油车会更难。那个我有见过那个新能源的车，有什么就是什么 F 或者 D 开头 F 或者开头之类，然后后面跟什么5个几6个几这样子。我之前有个朋友北京的，他北京的车牌他是64个8。64个8 68888，这种车我不知道是不是后面有可以操作的。就是他以前他亲戚以前不知道怎么整着的车牌，然后离开北京的时候卖给他了，当时卖的很便宜，然后就拿着。我当时说你这个车牌号应该就很贵吧？他说没有很便宜，因为现在就是限号的只有北京跟上海，所以只有他们这里的车牌是可能可以进行交易的，但其他城市的车牌是没有。北京不可以交易，北京的车牌是不允许交易的。对，那反正我知道其他地方是不可以的，就是车牌是跟人的，你车卖了，打个比方，我车卖给了你，然后你去重新，这个车牌是带不过去的。上海的车牌是可以拍卖交易的，其他城市是你摇号，好像，哎，我不需要摇号，没有选号，但是你选的不一定会有，它有5次的选号机会嘛？3次吧，哪有5次？5次。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去年换新能源车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是5次，然后我当时说，我就摇一个吧，然后结果我摇了一个369，我就要了369。369、258、147，你们在直播间的兄弟们去卡个灯牌，好吧？去卡个灯牌，这个灯牌我是必须让你们去卡的。好的，送你一个吧。哎呀，这么勉为其难吗？哎，我记得我以前有送过啊，没有吗？有啊，因为我很久没直播了嘛。那就送你一个吧。哎呦喂，那你什么时候再来福建玩？明年吧。猫与玫瑰7676，哎，这个还挺好的，这个数字7676。就你知道后面就是我们那顿饭以后，然后没见过你，然后时隔后面隔了半年以后，秦佑也不出来了。啊，秦佑他有。对啊，老李啊，老李就不太想他接触这些东西嘛。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也基本没有什么，就是我们的合作到期以后，我跟他也基本没有联系了。我觉得是可以的，人家毕竟有一个好的对象嘛，是吧？对，那对象真的很牛逼。哎，那张照片我还留着呢。真是羡慕别人。哎呀，你也不要羡慕别人，你也挺好的。真是，
那个我差不多也要准备睡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我前面就看到你还在直播，就点进来看一下。好，那你早点休息吧。你早点休，那个改天再聊哈。拜拜，拜拜晚安。没有在出差，灯牌在敲你家门，快开门！收了房租，收了，谢谢。我没有在出差啊，我在上海。你们不准备睡觉吗？这不陪你聊天的吗？哎，你的声音现在很清晰耶。有多清晰啊？就是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是有回音，加很吵的噪音，现在就是像在电台里一样。就是没有杂音了。对，是这样。我刚刚在洗手间里面不是跟你说了吗？那你家洗手间一定很大。对啊，200平的。哎呀，我看看，这洗手间比卧室都大是吧？人家说在北京宁要一张床，不在老家要有一套房。没有，那个卧室1平，然后洗手间200平，就必须让自己每天干干净净的。你这啥情况还不睡啊，海总？睡不着。上海是不是可冷了？现在？风挺吹的挺冷的，就是一夜感觉像进入冬天一样。哎呦我的妈呀！上海的冷还是挺刺骨的。哎，你之前你是常驻北京吗？对啊。欢迎华妃。哎，这是谁上来了？猫与玫瑰。每周都要在北京的袋子混在袋子里。谁每周啊？我2、3周一次吧。我都不喜欢去那地方。2、3周一次。最近去了吗？哎，万圣节你们去了吗？去了，被打击了。不是，是上面打击的。我说怎么那天朋友圈那么安静，北京、上海都没有任何的动作。但上海没事，好像上海没事。上海也不让去搞这些，但是没搞他们，我们被搞了。我记得万圣节那天我睡觉睡得贼早，10点多我就睡了，好像。我们是进去了玩了一会儿，1、2点钟就被清场了。人多吗？鬼多吗？爆满，但是就是说他们不让，门口已经写了不让穿衣服进去，然后那些人就进去了以后去里边换衣服，但是还是被搞了，就开始被搞了1、2点钟。哎，时间也挺牛逼的，1、2点。是1、2点还是差不多吧？1、2点好像是，反正蛮早的。大家也差不多该散场了嘛，但是广州有。就是这边打的比较严嘛。我就理解不了为什么 cosplay 也会被打击。因为不让过那个什么呀。因为不让过洋啊。这话我都不敢说，我怕我说了被抬走。那你要说全了，那肯定会被抬，你就把那个委婉一点呗。你怎么还不睡啊？你明天不上班还是睡？我睡醒了，我2点钟睡醒了。操你！2点到你明天不上班？我上班啊，我上班不看，就不用消耗什么体力，我就迷迷瞪瞪在那儿混日子。你们唠嗑全靠脑补主题词，我觉得这样的说你能想象的也挺不错的，对吧？哎呀，这么明显了，当然能听出来吧？哎呀，我还要把那全词说出来吗？我都说出来1个字了，对不对？圣诞节估计也过不了。那个就不清楚了，估计那个就还好一点。那个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夸张的衣服吧？主要是他不让过万圣节，我们大家过7月7也很吓人，好吧？7月7，我觉得墨西哥的有一个叫亡节是吧？在坟头蹦迪，也挺刺激的。其实
这种节日我还其实挺想去看一看。谁呀？亡灵节，亡灵节，墨西哥的，什么蹦迪啊？在哪儿蹦迪？在坟头。哦，坟头。那个受不了，那个找不了一点刺激，害怕。在坟头蹦迪。你去那个上海干就不回来了？最近我月底回去。你冬天你南方多难受啊！你的被窝透不凉的。被窝透凉。来我的被窝，我的被窝不齁凉。对呀，北方就还好，北方有暖气。我是受不了那个，我这个时期我去南方我就不舒服，我是不习惯的。这也能凑合吧，就是起码还能凑合，但是肯定不舒服啊，就感觉到不舒服。也没有那么凉。我去成都，我就会觉得，或者上次我去还是在成都生活了一阵，我不行，我觉得凉，真的凉。开暖气就好了。而且开那个而且空调是没用的，不舒服。买小米的暖气就很棒。我可能是习惯了，我觉得浙江这边还好哎。我觉得就是应该去海南啊。我觉得就是南方的冬天，它是你钻到被窝里都冷，但是你开电褥子或者开暖气都还好。但是没有暖气，我估计真的很冷。还好我其实不咋怕冷，我主要是我不怕冷，我其实很怕热，所以觉得还好。冷和热我都怕。南方人比北方人抗冻，这事儿真事儿，我感觉就很明显。我是北方人。我也是北方，我西北的。我东北的。东北怎么会在湖州呢？工作呀，工作在湖州。做什么？就是你们刚才聊的就是我的工作。我们聊什么了？对，跟之前聊了一段时间，然后你们说的那个就是我的工作，然后你说很难转型的那个短剧吗？对，我是短剧的编剧。真的假的？是的。那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短剧给就是你的东西给图图，让他去帮你完成你的东西。没有这个兴趣啊。你为什么？不是很合适，我觉得。啊，我明白了，你应该是更倾向于大众视野的。啊，对，看的都是重生剧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呀妈呀，神剧。哎，那你就是我是想你如果有机会，你未来创作的时候把女主或者男主写的牛逼一点，然后让人看得很爽一点。因为现在短剧看的都让人气得牙痒痒。我真的看不下去那个短剧，我觉得就是脑那个什么，我还挺喜欢看的。就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写逻辑的东西，它就是写情绪。就短剧和正剧的唯一区别就是在于正剧写的是逻辑事件，然后短剧写的就是情绪为主，它不考虑逻辑。你说的对，确实是情绪到位比什么都好。但有些我看现在好多就是拍正剧的这些演员也转型去做短剧的主演，像裴子天啊、刘晓庆啊这些比较知名的大演员，现在都在做短剧。我那个前2天那个谁还跟我们聊短剧的事情，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台湾的一个男演员，总演一些霸总的那种，年纪挺大的，他叫啥来着？他前段时间还跟我聊这个事儿，说他要演短剧。
叫什么来？方中信。我还认识一个短剧的经纪人，不是，就是总演那个就是有钱的爹，就演那个我知道你说的谁。演那个名誉的老板的那个张晨光，对，我去搜一下张晨光。对，上个月他过来，然后跟我聊了一下那个，就是他想做短剧，然后聊了一下，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方面能合作的地方。哎，现在短剧他们，我就想问一下他们的这个这个收益是怎么来呀？也没有广告，也没有任何的啊！你刷的不是有广告吗，卡总？我没有，我是有广告，但是我就直接划过去了。我看你们好像有些人刷短剧的时候还要看个4秒钟广告才能划走，我是直接就可以划走。反正是卖平台，平台怎么赚钱是平台的事情。他那个中间的那个广告是就是你看了几秒钟就都是那个商家要给钱的。不，那个短剧赚钱的方式和平台赚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哦，明白了。OK。对，那个广告是平台的营收方式。那如果分到这个演员上面，整个全剧组上面，其实能分到多少啊？一部短剧能卖多少？比如说60集的短剧，演员是按天算钱的，他们不赚分成。哦，我明白了。那跟大戏不一样，大戏的话是大戏演员也没有分成，一般是比较牛的演员才会聊分成的事情。就是他很火，就像我之前拍网大的时候，就跟那个陈浩民聊的时候，他就管我要分成，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没有合作嘛，因为我觉得他要的太多了。陈浩民，香港的那个，对吧？对，因为他演我的戏演了好多年，然后他火也是因为我的戏火的，后来翻火的，然后我就后来拍网大的时候就找他们，那时候就是电视剧已经不火了，就是大家都在做网剧和网大的时候，我就找他合作嘛，就是说看能不能再合作我的剧，然后他就给我报了一个很高的价，还要分成，我说成本太高了，我合不过来。他不是演《天龙八部》里面的段誉吧？对吧？对。然后他后来不就不火了嘛？然后后来演的我的电视剧，然后又复火的。难怪呢。然后后来再找合作的时候，反正他要价太高了，就没有再合作了。然后他现在不自己也在做吗？他现在也在拍短剧，好像。也但是现在不火了。他现在不火，岁数大了。对，不是他，主要是他之前闹的口碑也不是很好了。他之前直播了有一段时间，然后闹的口碑不是，观众缘不是很好了，所以他现在做其实也就一般，不像做短剧就是做网大那阵儿，观众还挺认他的。现在做短剧其实也不太认他了。我明白了。现在短剧就是小年轻嘛，都是小年轻。掐死他们！楼主这是感冒了吗？注意身体。你是没睡觉还是醒了？你说我呀？我最近睡眠不太好。没睡呢没？还没。我也睡眠不好。我前2天，我那天晚上睡觉，我不跟你说了吗？我11点半，我最近都11点半左右睡了，结果就前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到1点半起来，应该是吓醒的。我现在抖音看到恐怖片，我直接就划走。哎呀，我有时候也特别害怕一个人睡觉，特别害怕。我一个人睡觉的时候，我就睡得特别不踏实。
来我被窝，来我被窝。你不是在北京吗？你怎么跑湖州去了呀？就是我之前的公司，他在湖州买了一个影视城，然后就在这边拍。哦，北京、湖州两地跑。没有，他不在湖州，原来的公司在上海，然后后来那个搬到北京了，然后北京做了几年之后，他就北京的那个资方就不知道他是破产，好像破产了还是怎么，然后他就自己我的老公司就在湖州买了一个地，然后建了一个影视城。牛逼！这是我的老东家。有没有那种短剧拍恐怖片的短剧？比较少，因为第一是恐怖片成本拍摄比较高，然后第二是受众比较小众，其实，所以它营收比较差一些。明白。对，现在做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赚钱嘛。拍恐怖片就是成本高，但是赚钱少，所以都不咋拍。而且管控也比较严格，就是他们对恐怖片就是短剧有管控。你像拍别的剧情基本上不咋管，但是恐怖片也管。拍个大荧幕去。拍大荧幕反正也不管，恐怖片真的大荧幕也不是很火。因为我前年的时候，那个我一个制片的朋友，他不想做短剧嘛，他觉得就是他做电影的嘛，就觉得短剧会比较 low 的，他就不想做，他就想拍电影。然后他就不知道拍什么题材会，因为那时候院线也不咋好嘛，他也不知道该拍啥题材，然后他就说拍那个恐怖片儿，好像卖的也不咋好，院线也不怎么卖。你算是制片人吗？我不是，我是编剧和监制，其实算是。然后我朋友他们是制片嘛，然后但是相比来说，我可能懂的东西更多一点，所以他们一般拍戏的话会叫我过去帮忙做监制，就是帮忙监督，就是帮助他们拍摄。我知道。所以我现在一般都是做监制。挺好的，你们要是有喜欢一楼的，可以去点点关注啊。有工作上的这个需求，你们也可以去聊一聊啊。不，你们说你们想当男主的，去找一楼聊一聊。你说啥？你说啥？没事，卡总。你刚说啥？你再说一遍。啊，我刚真没听清楚啊。我真没听见你说什么。我说你应该说想去当男1号的，找一楼去聊一聊。哦，对，想去当男1号的可以去找一楼聊一聊啊。说的好极了。好的，来我的床上试试戏。你小心被抬走。这明目张胆的就开始应该还好。下套，结果睡完了戏也没演。对，走的就是这种套路，单纯的就为了骗睡。太多了这种事情，就是我不是之前在做保险吗？我福州有一个客户，然后呢，他就把我骗过去，然后确实是买了保险，但是呢，买完保险他退了。当时去福州，那时候疫情嘛，然后当时去福州的时候开酒店，他开了一个，我说你给我开单人间，结果他开了一个标间，然后我一进去，我说为什么是标间？你给我单独开一个。然后他说他以酒店没有房为由，然后没有再开一个房间，然后就这样晚上我穿着衣服相敬如宾睡地板上，第二天晚上填完单我就说这样我要走了，然后他就有点不高兴了，就是刚才 biu biu 所说的这些事情，然后他就在1个星期退了单，然后因为他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这个单子也就没有成。
那好像也不是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他不是达到了之后他也会那啥吗？会，但不可能，因为，哎，怎么说，他长得，你完全就是不是说你睡了的原因，我是说就是跟他睡了之后，他该退他也一样退。那不什么的会不会，就是吗？因为我直接做保险的时候，我会跟我的不管是客户也好，不是说朋友你啊，他不是后面还有一个吗？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办那个锁的那个，啊，他那个不就是那啥了之后，然后但是没办事儿吗？反正我觉得不好这样，出于目的性的东西，目的性太强了，而且我后来为什么不去做保险，就是目的性太强了，就是你但凡认识一个朋友或结交一个朋友的时候，你就会想着给他去灌输这些东西，哎，我就很烦。当然后来我在保险公司干了3年，然后呢？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接触过，什么样的人都看过。当时还有签过一个挺大的单子，北京的，很有意思。他在就是小兰那个苹果社区，他要睡嘛，然后我说你先签，好，签完我没睡。搞诈骗，你这属于我可没有骗啊，而且我们当时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会把客户分为就是红苹果和绿苹果，还有烂苹果。就是红苹果它是直接可以摘果实的，就是人家很有意愿的，他就是很有意愿的是要在他这个保险的基础上额外的去增加自己的这个保障。就是青苹果的，就是你需要给他把这个给他讲透，讲得很清楚，然后他有兴趣了，你才能再去深入的去交流。烂苹果的，就是他很抵触这个，像这种客户我基本上就不会再去过多的去说一些打扰人家啊。其实跟你们做这个编剧的一样，就是懂行的人家看东西一看就觉得是很牛逼的，但是不懂行的，就是你就觉得没有话题可以去聊，都是熊。对，你们喜欢的话可以去点点关注啊。一楼是个编剧，想当男1号可以去聊啊。大家都应该是起来了是吧？又没有，我还没有睡。哎呀，我今天待会儿吃个安眠药，我就睡到12点起床。啊，我能说一句吗？当然可以。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话，虽然短剧很火，但是都不怎么去看短剧，看的话都是看的那种追星的那种剧。追星是什么？指的什么？哦，就是追明星是吧？韩剧啊，看什么的都有啊，看不是，其实追短剧的可多了，看什么的都有，看什么的都有。这短剧现在追的老多人了。是的，但是短剧一般走中老年市场会比较多一些。我什么都看，美剧、韩剧、火的剧啊都看。韩剧我想韩剧拍电视剧是全世界第一。我是什么剧火看什么剧，韩比如说最近出个什么火的丧尸片，哎，我就去看。我先说我韩剧，我喜欢看古装的，看历史剧啊，然后丧尸片也能看，但是我记得我从上大学07年看《行尸走肉》到现在第几季，我都已经第8季还是第9季，我都已经追不过来了。就是我觉得美剧它的机制让我不舒服的点就是，
你每周更新一集没有意义，就可能对别人来说是有意义啊，就对于我来说就看得很不爽，就是会弃剧。包括我接触第一部美剧叫《越狱》，第一部看完之后等了好久，第二部出来我没看，等第三部出来，结局我就看了个结局。就是最近不是有一个军训里的男孩吗？美剧吗？就是美剧啊，它是讲的一个同性恋的故事。哎，你小心被抬走哦。但是真的都长得特别帅，美混血的。我喜欢比较看刚一点的，我不喜欢看那种就是彩妆那种男生，包括现在有些不是他们都是就是军训，就是在军营里面生活的那种。你不觉得现在就是咱们这个电视剧里面正剧里面很多，我看好像新版的《还珠格格》出来，我就瞅了个片段，我就觉得挺接受不了的。就现在的男孩子长相就很娘性文化啊，就胭脂抹粉点傻，很瘦。现在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电视剧和那个什么电影了。我觉得你是有一点点思想固化。是有点思想固化，就可能我不太喜欢，就是这个比较就是那么瘦，然后脸特别白的男孩子出门要去抹粉，还要去画那什么眼线。你说的是你说的那些是部分人。对，部分人，我可能会得罪一些人啊，得罪没有办法。我相信你们也不会喜欢这个。就是每个人喜好都不一样嘛，是吧？真的不一样，就是真的不一样。你只表达你自己的观点就好了，不重要。就是脏烂差，我觉得是最好的。我不行，就是那种土的那种感觉。我不行哎，脏乱差我不行。但是你干净我是可以的。就是你说的那种土，但是你干净干嘛呢？就是把脏乱差这3个字弄就去掉，我是可以。不是我说的乱，不是说你到处那个脏也不行啊，邋遢也不行啊。不行。你是在脑补那个画面吗？是不是？埋汰不行，太埋汰接受不了。来，兄弟们点个灯牌，点个灯牌。点个灯牌。感觉大家都开始苏醒了。哎，我操，我为什么这么多流汗？好紧张。不用紧张，放心。正常来说，我一般开直播的时候都很少有人能就是聊天啊什么的，不知道大家看没？哎，卡总，你跟那个就是打麻将那个叫什么呀？熊是吧？叫什么？熊？是熊吧？那个人谁呀？哎，我给你看他那个什么，我给你包拍的。他的微信名我知道是谁。这叫啥来着？哎，就这个人。你跟他一块打过麻将哦？怎么了？哎呦，直播间还不说了吧？回头跟你私聊跟你说吧，不太
太好。我知道啊，很多事情我都知道啊。我真的好无语，真的是，真颠覆了。知道这次，我那谁给我分享过了？小鱼儿和，反正我们也不知道是谁，你分享一下把这个事儿，想听一下这个八卦啊。反正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展开说说。好了，人名字我忘了，那个就是你不用说名字了，对吧？我们也不想知道是谁，我们也不想去听到就是说别人的事儿啊。我只是说这个想知道这个事儿。不是，对，我也想知道这个事。不是名字忘了，是事儿我忘了。你让那个下边那个可以讲一下。让耗子说啊，大概事情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不太想去说这个事儿啊。但没有发生在我身边啊，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发生在我身边朋友的身上，我知道这事儿，人家跟我说，也给我看了这个，你们要八卦一下。哎，除了这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最近。好了，赶紧说吧，大家都很好奇。哎呀，就是打麻将白嫖啊。继续展开吧。这个已经通俗易懂了吧？就是打着输了之后就人就没了。哪个城市？北京的。哎，那你跟他打麻将，他有消失过吗？没有吧？没有，我跟你说的是另外一个事情。我今天小鱼儿给我打电话，不是，对，小鱼儿给我打电话说他昨天去打麻将，然后有一个人输了很多，然后跑了。以其人之道还他其人之身了。因为是3家输，小鱼儿1家赢，然后其他2个人都给了，另外一个人跑路了啊！不会就是他吧？不是他，跑路那个人输了好像也不是很多啊。懂了 ，OK。几百块钱，放大10倍，放大10倍，是真的放大10倍是吗？输的啊。那输很多呀。他们打多大呀？我的妈呀！你问小鱼儿吗？那么多，那不跑吗？靠！我觉得这种人，对，就是你爆了的话，人家也会把你给弄进去。爆不了啊，这种你弄不了他吧？弄不了。这是打那个什么呀？这个东西就是本来你就那个什么的是吧？是不好，就是你爆了反而把自己也害了，因为涉及到很大的这个金额。对。尤其是3环里好像是。他们在哪？三里屯打。三里屯不是查的可严了，卡总现在。你被查过啊？也没有吧，就那天就是配合说了2句话而已。把我吓坏了，那天还好我脑子转得够快。然后我真是猪队友，那个人刚要说话的时候，然后我给拦住了。我说你有病吧？你没看人家穿制服进来的，你不能老实点的回答吗？人家开着那个记录仪，你说的话都是有证据的，说错了你就完了。那纸牌不是在上面摆着呢吗？对，打纸牌嘛。对，打纸牌啊，我们有打仙棋。哎，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只不过你看背后的老板跟他们有没有关系？开那个店的老板是吗？当然了，对，就是在北京开。当时我问过这个棋牌室的流程，开棋牌室必须得拿到娱乐性营业执照，但是现在好像改到这个就是你玩那个叫什么狼人杀这种的执照就可以开麻将馆。但是现在前段时间国家不是出台了一个什么政策，我给忘了，是可以把这个分开，也就是说现在是可以开，但是你现在麻将馆开的太多了。我想问，
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年纪大的问年纪大的问题是吧？你不是多大岁数？不是，就是你们觉得我就是我做的对不对？你说。就是我上半年原本是在杭州工作，之后就是我下半年就是回来在广州帮我的亲戚开烧烤店。你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就是我还想回到就是我原来的工作，我这里的工作我做的一点都不开心。不开心就走。但是因为他亲戚，又是因为亲戚，所以我才答应他。你答应他干多久？每个月给你多少钱？每个月不多，就5K。谁在睡觉？谁在睡觉？1楼，狼叔，我先把他音禁掉，是不是他？啊，真的是他！我操！啊，每个月5000块钱，你在杭州做的话，每个月多少钱？你听我说，5个月就是每个月5000块钱，但是没有休息，一天都没有。好，你的上班时间呢？宵夜店。好，就是晚上10点，应该是8点到凌晨4点。下午4点到凌晨2点。啊，好，那每个月没有休息。那你上社保了吗？没有。那你在杭州本职工作是做什么的？酒店。酒店管理吗？那你跟你亲戚说要干多久了吗？他说给他今年挺过去。啊，那他都已经说这话了，那你就给他挺过去啊，只能这样，因为如果你答应的话，但是我不是放弃了杭州那边的工作嘛，就是现在来广州嘛。之后呢，我现在就是我不是在网上挂简历嘛，之后有很多不错的酒店就是给我抛橄榄枝，就是对。之后呢，我一直想去，我在这里做的烧烤店，真的好多人在那里说闲话，说我是亲戚怎样怎样，我受不了了，我真受不了了。我觉得你的心理承受能力需要有待提高啊，就是你自己自身强了，不用去管别人怎么说，你自己开心最重要。他说我是个亲戚啊，这我怎样啊，说你怎么样才能跟别人去打成一片？你要学会做人要圆滑，你肯定在工作当中。对，我特别强势，我这个人。对呀，你的强势就是问题呀，这有的时候人的气场会决定一些跟别人怎么去相处，你对不对？你说你要是跟身边人打成一片，就没有这么多闲话了。你首先你要把自己的身份，但是你听我说，但是他们又不懂，之后呢，就是我亲戚他专门就是叫了一个烧烤师傅来教我之后呢，他们又不懂，他们在旁边那里说你不是你管他们说不说呢？你干你的活就完事儿了，怎么干个餐饮行业这么多事儿嘞？反正他说你很在乎别人说你的说什么东西吗？你做你的名儿，干你的活就好了。多大岁数？你不是你21。你还小，你还没有修炼，这是你应该修炼的，知道吗？不是，你不知道现在就是现在一些年轻人，你太在乎别人，比较脆弱，心理脆弱，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你太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了啊！真的，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
就你们这个年纪的很多人是这样。对，我不是这样，我不在乎别人。我们这个年纪的，你本来就很小啊，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在教你，你就按照这个修炼方式来修炼。这是你必须要经历的。本来就是小孩，对，内心强大了，面对那些东西都不 care 啊，扛不住事儿。心里边小时候大家都这样。不是你管他，你干你的活儿，你就干完年后就走了，你扛一阵儿呗，对不对？多大点事儿，干嘛就又不是常干，干不下就不是说就干不了多久又，对不对？就是年后就完事儿了，就马上就快过年了。但是我觉得我身体都出毛病了，那你就走。不用惯着，不用那什么亲戚不亲戚，你惯着他干嘛？直接走。你有啥不能跟你亲戚说的？你就跟他说，就感觉干这行业感觉干得不开心，然后身体也出了点状况，然后直接走就行了。你这个年纪的小孩就是不想干就走，明白吗？不用什么亲戚不亲戚的。不是，我会顾虑的很多。你顾虑什么呀？你个小孩，你有什么好顾虑的呢？咋？他知道你就别的事情了，还是咋着？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啊？不是，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留守儿童，因为他以前对我们家就爷爷奶奶就是就是照顾嘛，就是很照顾嘛。之后呢，他是就是我们亲戚当中也是最有钱的。之后呢，因为一些家里面的原因，爷爷奶奶嘛，就是我爷爷奶奶也希望就是跟他干，就是跟他一起干。之后呢，那我就觉得你是跟他创业致富了吗？他是给你一个月开5000块钱工资，你觉得挺满足了是吧？我不是说很满足，就是说我感觉我完全被禁锢到这里了。你不是过完年就走了吗？但是他这现在不是在纠结这个问题走不走的问题吗？我们再换位思考一下，因为我开过店，我知道，就是有些员工我也不喜欢，但就是恨铁不成钢。你如果说你自己在你的老板或者亲戚的眼里看到是一个有用的人，他一定会培养你。他既然能让师傅教你，他就想让你学门手艺，未来不会吃亏。但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专业啊。你就是如果想一心去干一样东西，你就坚持下去。就是如果你又想剪芝麻又想剪西瓜，你总会丢一个。反正我现在一直都在教育，我不知道我怎么办。踏踏实实的好好干，你的亲戚是有意想培养你，明白吗？就是如果你表现得很好，让你的亲戚看到你，不要在意你的同事怎么说，你自己内心强大了，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我跟你说，我特别敏感，之后我觉得我想起来我都想哭，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儿治不了，他这个事儿他不好治。你得多受点挫折，多受点挫折。我觉得留守的儿童应该内心会更强大一点。不，而且会更成熟一些。就是只要是跟我爷爷奶奶擦边的一些事情的话，我都会忍不住的心酸。你需要沉淀，人家说了。努力从一个薄脸皮变成一个厚脸皮，变成一个不要脸皮。你去学销售，其实销售能让你受很大的挫折，你会在不断的被拒绝当中学会成长。酒店管理，那酒店什么客人你都得接待啊。碰见那脾气不好，给你两句，你听着呗，对不对？啥事儿不得遇见呀？这年头，还是太年轻。干活挣的不就是这事儿吗？哪有好挣的钱呀，兄弟们？
哪有两全其美的事儿啊？想什么呢？事儿不能两全，选择就选择就一条道儿走到黑。说的对。你没听过那个以前那个非主流子的话吗？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走到年底就走到年底，我扛住了。好的，我会扛住的。本来就是过来帮忙的，反正干完了就走呗，就找你喜欢的活儿去。你还挺会怼人的啊。好吓人啊！那你可以去关注一下3楼啊。我不需要。4楼，段飞的位置空着呢。耗子是净白师太吗？这是谁改的名字啊？宝娟、宋之。哎呀，行吧，都快6点了，你们早点睡吧，我也要睡觉去了，行不行，兄弟们啊？各位早点休息，你赶紧去睡吧你。大家都早点休息。明天晚上，今天晚上9点左右吧，我开直播，我去剪个头发开直播啊。像这头发长得跟个野人一样，我现在。各位下吧。你怎么那个位置在江苏嘞？我看你那个 IP。我现在在上海啊，我应该没有改过来。上海的 IP 怎么是江苏嘞？应该没改过了。我前2天在江苏，我昨天在江苏啊，我昨天在无锡，前天在合肥。你怎么到时候你去那边干嘛玩去了？去看演唱会。行吧，兄弟们，挂了啊，晚安。